一起恭迎敬爱的亲教师洪胜师父上人进场。师父上人好，师父好，师父上人好，师父好，师父上人好，师父上人好，大家好。大家好，请坐。谢谢师父。今天好像台中显得特别凉啊，对，你们有的会冷啊，大家齐聚一堂哦，倍感温暖，是吧？好，学法哦要有热情啊，不要用激情啊。可是我们人常常都是激情啊，那激情昙花一现，一冒出来就没了。那么最近啊，常常有人在问说，这个学法要从哪里开始啊？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根器参差不齐。那既然参差不齐，那它就没有所谓一种规律，一定要从哪里开始的问题。那么，佛说一切法，但除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不用一切法。那么，随着根器的高低起落，而有法的因应，这是一种应病要随方解夫的问题，而不是像我们世间法在学习都有一种所谓的基础啦，对不对？然后初级班，中阶班，然后最后高阶班啊，最后就讲师班，对不对？讲师班讲师出来就拿个证照，又可以再从初阶班，对不对？中阶班，要高阶班，又到讲师班，然后这样一直循环，一直循环，然后好像记得一个 SOP 啊，那么我们只要照本宣科就可以达到。可是佛法不是这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弄明白。六祖曾经也告诉我们，不是本心学法无益。那这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关键的问题。那么什么叫不是本心呢？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是可以解读成认识，你不理解如果你不理解本心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的话，你学习所有的一切法，通通没有益处，得讲没路用啊，拢没路用啊。那你看看，我们已经学了多少法了？那你也去证明一件事情啊，真的没路用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这里做薄地凡夫啊。台语讲“阿斗堂啊”，阿斗堂啊，有的人听不懂就是阿斗堂啊，真的不好解释好像上了年纪的，有的人不敢点头呢。阿斗堂啊，懂不敢点头，因为一点头就知道上了年纪了。没关系啊，我让你们背书啦，因为我知道嘛，对不对？阿斗堂啊，就是形容我们一个生命状态一个人啊，就是庸而无能啊，就像一种那个很无赖的一种虫子叫阿斗堂啊，毫无作为啊，然后生命就烂摊烂一摊在那边可以这样子去理解。那我们众生只要没有了脱生死这件事情，我们都是这样的。即便是你们所熟知的上为天人，对不对？那么下至地狱众生，当然你们所理解当然是啦。那上至天神都一样。只要你不出六道的话，那出六道是不是就解决了呢？也还没有解决。所以本心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可是本心对我们众生却又非常的抽象。那其实即便对我们抽象至极，它还是随时没有离开我们。那本心
你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本嘛，就是心能变现一切，所以叫做一切。一切的根本就叫做本心。那么你就是一切里面的状态，那么你的根本就是本心。所以一切众生本来如是的那一个生命状态，就叫做本心。那个没办法去形容它。佛也告诉我们，它既非物质，也非精神，亦非自然现象。那你看看，我们一个人存在于世间，能够理解的就是精神世界嘛，对不对？就是物理世界嘛，对不对？尚且也是自然法则嘛，我们还可以理解一下。可是他告诉你都不是这个都不是这个的那个就是了。所以好像人又来一个，那我们就用消去法就可以理解啊。可是你还有一个消去的这一法，所以你又不能理解，它的麻烦在这边。所以这样不是本心学法无益。那么在楞严里面有一段话是楞严里面的重中之重，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呢，如来藏中性，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周遍法界。前面有一个叫做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群业发现。他已经把我们生命的真相全部都讲完了，透彻了，而且至极。那么什么叫做如来藏中？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本心。本心有很多名字，那这一些名字都是假名，方便而阐述用的。你可以叫它自信啊，对不对？你可以叫它如来藏啊，你可以叫它真如啊，你可以叫它实际啊，你可以叫它佛啊，对不对？你可以叫它天人啊，师天人师，你可以叫它那个清净本然啊，你可以叫它宇宙万有的本体啊，都好。它就是一个形容。那这一个形容就是我们生命的本然，生命本然。那么它告诉我们什么呢？什么叫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色真空就是讲的我们生命的不变。以不变而应万变，这个万变就是随缘，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做不变随缘。不变随缘是所谓的用这个用词在形容佛。佛就是不变随缘，形容它的样子它的状态就是这样。那你看我们众生是什么？随缘跟着变，对不对？随着因缘，然后我们的心就跟着变，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然后变到最后，我们的情绪就产生出来了。本来你的心显现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情绪这件事情的，那我们很难去想象这样一个生命状态，因为它离我们好远好远。那这一个远是我们的误解。我们如果不误解了，它跟我们同时俱在。那这一种讲法也是方便说，其实它就是我，我就是它，它就是我，对不对？那为什么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用妄心在作用人生，所以这个妄心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蔓延。那么依妄言妄，求无出期，了无止境。所以六祖也形容了什么是本心的样子。那他不是说本心出生无尽，而是用2个字来讲自信。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自信就是本心。你们一定要有这个灵活度，不要执着在一种名字相里面，要不然我们就又把我们的本心卡死了，又变成是妄心了。那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对不对？到最后，从本自清净到能生万法，中间还有几个特质，叫做本不动摇，本自具足，本不生灭。这个就是我们本心的样子。那么，本心不动不摇，可是你看，跟我们平常在过日子的思维相差甚远。我们平常心情随时都在受动摇，对不对？那本自清净，你看我们曾几何时清净过？我们有稍微平静，可是很难感受到真正的清净。那人家讲本自具足，那我们人生就常在那边东缺一下西缺一下，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叫做本不生灭，你看
我们就是在生灭的世界里，起起伏伏。最大的生灭，我们认知的啦，就是我们的生死嘛。所以一旦人遇到面临死亡的时候，哇，那一种情绪波澜，涌动是非常激烈的。要不然呢，大家试看看说，在座或在座家人有得到那些不治之症的时候，是不是心情很难平复，对不对？一学法就又开始说怎么治病了，对不对？那平常没病的时候都说要成就无上道，对不对？爱生病的时候拿什么无上道，对不对？先把我这个肿瘤拿掉再说，对不对？那你看，你就是无法安住你的本心，你一切都用你的妄心，所以那一个所谓的不变，就会在我们随缘当中，给抹杀掉。那这一个不变又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真空，所谓的性色真空。那真空相对一个叫妙有，就是第二句刚刚讲楞严的那第二句叫做性空真色。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本心自信就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谓真空能够显现万有，不变能够随缘，随缘即是妙有，妙有即是随缘。那么常常很多人，包括你们诸位，很多都有在念心经的习惯。你们曾几何时在心经悟得了？心经里面悟得了你们的本心。他告诉你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刚刚那两句话，如果以心经上的阐述，就是空跟色的关系。空能显化色，色叫做随缘，空叫做真如。空就是所谓的自然。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他告诉你，你的本心是清净本然且周遍法界的。周遍法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用你们现在科学上讲的，叫做无量的不同的空间维次，叫做法界。那么无量的空间维次是从你们的心现事变而有，心现事变，所以你看又回到了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本心本来就有这种功能。所以我们在学法的角度里面，要从哪里？如果你不认识这一些理路的话，你从哪里都好像不太对，这不太对也好像都对。怎么讲呢？因为你不太对，是因为你不是本心学的也都没用，对不对？那也都对，是因为那要不然从哪里开始？你也无从下手起。所以很多人在问说，学法从哪里开始的时候，我们倒不如说，学法可以从你能够理解的那个开始下手，而不是谁来告诉你从哪里开始。从你最接近、最能理解、最能办到的那个语言，世间就有广泛的善恶法出现了。善恶法并不是佛法所要跟你阐述的。佛法就像什么呢？你们讲说佛度众生嘛，佛光普照嘛，对不对？佛光的确普照，但是它因应众生根器有高低等差的时候，它也有所谓的先后的问题。那你去想象，一道光刚从日出射出来的时候，它第一个照到哪里？假若是一座山，它当然第一个照到山头啊，对不对？山顶啊，山尖啊。所以法本来第一个照耀的就是那上根人。也就是说你们叫救度啦，对不对？佛度众生嘛，那众生约略分为上中下根器这三种根器嘛。那他先度的一定是上根人嘛。为什么他先度上根人？是不是他有分别心？不是，那不是分别心，为什么要先度上根人？因为上根人接受。你要知道，不是佛有分别心，而是看你接不接受。那上根人接受啦，接受真理啊，所以他第一个当然照耀他，所以
太阳慢慢升起来，光就往下普及了，所以照到山腰，第二层人，叫做小乘人，声闻，缘觉直性的，上根的是圣义谛觉性的，那么再往下照到哪里？照到我们芸芸众生，就是被称为执有的众生，执着在有为世界的这一个众生，那最后呢？最后就照到山谷啊，那是实在是不得已的度啊，那如果依此，我们就很难，因为我们多数不是上根人。那佛陀，释迦牟尼佛当年来到地球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在开悟菩提树下开悟正果的时候，他示现，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他在27日中说了一部《华严经》，经中之王，在27日定中所说的，那么这一部经说完了，没有一个地球人听得懂，甚至连听都没听到，因为地球人没有定功，这一部经要在定中才能理解它，所以这时候天人无尽慈悲下来帮我们地球众生祈请释迦牟尼佛能不能注释，再留一下，对不对？要不然他的工作责任已了。他本来在27日中，如果依形象来讲，你就看到一个佛啊，坐在树下啊，眼睛闭在那边，两腿盘坐，对不对？结跏趺坐啊，就是你们标准在画佛像的那个样子，对不对？眼睛闭着，然后在那边坐27、14天，然后就是先要断气就走了，就这样。要不要留下肉身菩萨再说，对不对？那谁懂，对不对？所以呢，在华严的当机者只有法身大士，41位次的法身大士以及大心凡夫，才有办法去契入、理解、体解。那我们这芸芸众生通通没办法。那他责任已了，要走了。在这个时候，天人下凡，来为我们祈请。他说：“请佛发慈悲心啊，对不对？你这么一走，那这一些。”阎浮提众生，岂不是没希望了吗？对不对？那他们的厄运将提早到来，对不对？那里面也不乏有善根，只是被泯没啊。这时候佛想想也对啊。那么他就答应天人的祈请，然后从哪里开始讲起？从我们在学习佛法，假若有基础开始的那个叫做小乘，叫做初转法轮。所以在佛在我们地球视线3转法轮，初转、2转、3转。初转，对我们这些声闻乘；2转对于大乘；3转对于圣义谛一乘所讲。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到了圣义谛的一乘才归于本心，那么在这以下都示不了本心。可是在于2转法轮的时候，已经透露本心的迹象给你了，那么多数的人还是没办法契入到这一个阶段，甚且更多数的人连初转的四谛法、12因缘法，他都没办法去理解，跟接受。这就是我们芸芸众生，我们芸芸众生执着在有的世界，所以以有的世界，佛为了善诱我们、引导我们。他在告诉我们所谓四谛法，先告诉我们这一些苦空无常的道理啊，对不对？那么他直接告诉我们圣义谛说本来就没有苦啊，我们众生是不相信的，对不对？那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去做实验啊，为自己做实验啊。比如说在座的各位根本没有痛苦，你们同意吗？大家傻笑，对不对？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对？因为有的学过很久了，不同意的话会觉得丢脸，对不对？怎么我学那么久还不同意呢？可是要说同意，又违背自己的良心，对不对？明明不同意，他说没有苦，就是光受个很多冷死了，还没有苦，对不对？今天来突然降温，对不对？都冷死了，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他怎么说圣义谛？那华严讲完，当然要走啊，对不对？因为太阳出生照不到顶尖呢，因为地球没有顶尖的人，
懂吗？那你如果不把自己爬到顶尖，你就永远没办法真正的了生脱死，你永远在有生死的概念里面，在那边起你的烦恼，所以他慢慢提升，告诉我们四谛法就是要苦集灭道，对不对？众生有苦啊，你们大家都有苦啊，那有苦的人最希望没有苦嘛，对不对？你们在座为什么来学习？每个人都因自己某种苦而来嘛，对不对？有的是因为身体嘛，有的是因为感情嘛，对不对？有的是因为事业嘛，有的是因为亲子嘛，对不对？有的是什么带着苦来嘛？带着苦来也本来很不愿意来，带着苦来嘛？为什么？因为被人家勉强来嘛，对不对？那所以还是苦啊，对不对？还是苦啊。那带着苦来，很希望不要有苦啊，对不对？还是不想有苦啊，通通是这样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愚痴众生歹势，我不是咧骂人我是咧讲道理愚痴众生嘛，他就是执着有一个有嘛，你只要有，一定有苦嘛，所以他告诉你苦是怎么来的，先要让你了解怎么来的，你才有一个依循，怎么样去解决它，怎么样去不要它，对不对？它有来处，所以你把来处给解决了，它就没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告诉你苦是果，你的结果是苦，那它的原因就是集，集就是收集的意思，收集是你自己收集来的，对不对？集你的一切错知错见而产生的苦是这样，所以你要从集去解决，所以他最后又告诉你方法，灭跟道，对不对？那灭是灭什么？灭苦，灭苦就没有苦，对不对？这是众生最喜欢的，对不对？那灭是果，那道是因呢，对不对？那道是什么？道就是你体解了，你了解了，对不对？你符合于那种降低一点来讲，就是你符合自然之道了，对不对？大自然的运行了，你终于理解，而且你也运行了，符合了，所以你就有办法去把这个集给怎么样溃散它，那集溃散它，你的苦自然就没了，是这样。可是这个通通建构在一个有的概念，那你只要这个有的概念没解决，你这一个方式永远解决不了你的苦，你慢慢会换对象，最后呢，他就告诉你12因缘法，所谓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对不对？12个，他告诉你们的生命呢，的种种现象，就是这12个参数在那边循环。那第一个参数就是从无明嘛，对不对？所以有许多人就积极的想要破无明嘛。因为我的人生的苦难都是从无明来嘛，所以我必须去破它嘛，对不对？那无明是什么意思呢？无，你可以很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一种覆盖。你的明嘛，明光明嘛，对不对？美好嘛，这件事情嘛，被覆盖了。那明是什么呢？明就是你的本心嘛。刚刚前面讲的不是本心，学法无疑嘛。所以如果你不了解明这个字，那么你怎么学习，用什么手段要让你人生变好，它都是最后的结果都是会不如理意的。懂意思吗？所以覆盖了你的本心，那覆盖顾名思义，它并没有不存在，它也没有消失，它就是被覆盖。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解读成什么呢？误解了，你误解了真相，明明真相就这么光明美好我误解了它，它被扭曲了，所以就变成无明嘛。所以你从这一边开始，那它是对于你生命的终极这件事来讲，而不是你对于生命的末端的这一些有为来讲的。这些有为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们生活当中常常会误会，人跟人当中会起误会，对不对？那这个你比较有感受。
人跟人起误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心情不好啊，对不对？好，你也压起来啊，对不？好啊，你会一把火烧掉你所有的功德林啊，对不对？好，就误会啊啊！结果有一天你知道根本你原来理解的那个是不对的啊，那时候你是怎样？啊，不一定哦，人还会用他的劣根性继续延续哦。好，说当时我并不是我的错，对不对？你还会说不是你的错啊？啊，所以你就又有所谓的欺瞒这件事情了。啊，欺瞒又是误会，所以你就会在一个误解里面，理解了你误解了人家之后，再产生另外一个误解，误解你自己生命的直性，然后这一个生命直性再去产生另外一个误解，再叠加，又没完了，你们又走开创另外一条误解的路线。本来是 A 路线，现在开创 B 路线，所以一辈子都活在一种不明理的状态里面。好，那怎么讲呢？不明理，那你就会有烦忧嘛，对不对？那你看，是我们一辈子都有烦恼，一辈子烦恼不断。可能某些没了啊，又产生新的啊，新的又没了，又产生新的、更新的，对不对？只要你有烦恼，就表示你不明理啊。那这个不明理不是世间讲的那么粗糙，那个道理上的明理，它明的是真理，对不对？也就是本心这件事情，你不了解本心，不了解本心这件事情，所以你在世心的世界，起心动念，那这当中比第八阿赖耶识，对这个功能启用了之后，你落在第六分别意识跟第七末那执着的时候，你就没完没了了。那个就是刚12因缘后面的触受爱取有，对不对？啊，爱就有不爱嘛，对不对？取就有不取嘛，有就有没有嘛。那你就在这边执念而有得失嘛。余言你的烦恼永远挥之不去嘛。所以你看从这边，你才能渐渐慢慢真正去体会到一般常言在讲的，我们的烦恼是自己造的，对不对？可是当这句话变成口头禅的时候，对你的人生一点注意都没有。因为你没有深入去探索它，对不对？你们讲过啊，烦恼都是自找的啊，对不对？你们也常常劝人家，烦恼都是自找的啊。那如果你这么清楚的话，你怎么还要继续自找呢？你不是到现在都还在继续自找吗？对不对？那如果你明白就不会啦，对不对？就是说，佛法是一个难解易行的法。它跟世间的这种错知错见不一样。世间常常会觉得说，叫做知难行易，对不对？事实上，生命的真理不是这样，是知难行易，世间是知易行难，对不对？所以要把它看清楚。那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以前常举例一个事情啊，假如你口渴知道这杯水可以喝你要拿起来喝简不简单？很简单就这样拿起来就喝啦。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可以解渴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哦。对啊，一旦有人稍微走过，这杯可能有毒呢，对不对？他只是告诉你可能有毒而已啊。那你敢不敢大拉拉拿起来就喝？你这时候顾虑就很多了，对不对？你要再去了解这杯没有毒，哇，大费周章呢。你可能要拿去科学家那边做验证啊，对不对？检测啊，对不对？水质啊，什么什么检测这一些最后你终于发现它没有毒了，所以你那时候要喝又简单了。佛法就像这样子，尤其是圣义谛的东西，那学法要从本心着手。如果有一个定者的话，就是要从那边着手，而不是从所谓这个善恶法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边着手。所以在学习佛法，你如果没有发菩提心，你不能成就无上佛道。佛法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嘛，不发菩提心不能成佛道嘛，对不对？那发菩提心是在求法的路途上很多的路径门派里面，法门里面都是共同所要的，共同所要的。那这个就像什么呢？你们不管开任何车子，
你要去哪里？现在这个时代好做比喻，以前可能要翻地图，就是你的卫星导航要先定位好，对不对？要不然你开任何车子，管你多好的车子，你都到不了。就像这一回事，那一个定位就叫做发菩提心，发菩提心。那菩提心有几个面向，在经典里也告诉我们，它有直心的面向，有身心的面向，跟有大悲心的面向。那直心是什么呢？直心就是本心，它就是菩提心的体。那凡事都有体相用，体相用嘛，对不对？那直心就是菩提心的体，那就是本心。身心就是它的相，它的相就是什么呢？身心于什么？身到极处，就是我们的般若智。般若智慧就是身心。那它的作用力就是大悲心。所以菩提心有这3个面向，这3个面向是3而1，1而3，切分不了的。换言之，你如何起大悲心？你只要有深度的般若智，你自然就起大悲心。那这个大悲心也要去理解一下，它不是世间讲的爱心。我有很大的爱心，我有大爱，对不对？那我这个大爱也不是只爱我家人，爱我家族，我已经爱我的国家了，甚至听过师父讲法，这样还太小，我已经爱了我的地球了，对不对？那外星人还会跟你结婚呢，对不对？这时候不是我已经爱了我的银河系了，对不对？那佛陀告诉你，银河系10亿个银河系是我一间小教室，你一个银河系算什么，对不对？他说好，我已经爱了整个宇宙了。佛陀要告诉你，整个世界有无数个宇宙，你爱了一个宇宙而已，对不对？你看，爱不完，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大悲心就不是这个爱哦，这个爱大悲心是什么？这个大悲心可以从你们学法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做代众生苦，代众生苦代众生苦可能我们又会理解成众生有苦我要替他受苦，这样，就变2个苦啊，那叫做慈悲，那个没智慧，对不对？所以大悲心既然是从身心般若智起用来的，它必然具足圆满的智慧啊，对不对？哪有智慧是一个痛苦解决不了，还增加1个痛苦的呢？对，你说我常常遇到很多同龄人是这样啊，师父你看，我做主悲，我做主悲，因啦，不是我啦，因做主悲，安尼讲呢，你看，我看到阮亲戚朋友若胃咧痛胃咧做，我就比伊较做，安尼，我就知影伊胃咧痛，我就当叫伊进去看医生了，安尼，我讲医生看完以后袂好啊，你咧，我继续做，安尼，我代众生苦啊，不是这啦，你知道意思？代众不是这样，代众生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菩提道上求法，你能够忍受一切的障难，你能够承担一切的责难。这一类的叫做代众生苦。那你为了成就无上菩提嘛？那如果你没有成就无上菩提，你无法度众生嘛？那请好，度众生不是帮助众生，对不对？度众生是令众生觉醒、觉悟、开悟，这件事情才叫做度。要不然我们只能讲做帮众生。所以意思说佛法并不是叫你在那边做慈善。捐助，或者是发便当，还有啥？世间很多啦，很多这种啦，对不对？那个是好事啦，可是不是佛法的价值啊，那个世间就有了，因为你做尽了一切善事，你还是没办法了生脱死啊，那你还是在轮回的世界了，只是说你在轮回里，你可以过上一段好日子，这样一段。那为什么只能一段？因为你做了一段善事嘛，对不对？你说，是不是人家做一辈子呢？对不对？一辈子你地球人一辈子是几年？对不对？几年算你100岁好不好？从出胎就在做吧，对不对？这就在募款捐献嘛，出胎生理稿，对吧？出胎做了100年啦，对不对？你100年能兑现无止境的那个好命运吗？
兑现不了的，对不对？因为你在有为世界里，有为世界就是因缘生，因缘灭，有缘起就有缘灭，懂意思吗？好，那佛法是要让你在这个缘起跟缘灭当中去看清那不生不灭的自性，好，所以你的本心安住好，你在缘起缘灭的世界你都不受影响，所以你做善事也好，你不做善事都好。哦，当然要听话，会听话。我并不是叫你不要哦。哦，我说你自己选择了，对不对？因为你不受动摇嘛。哦，你生命真相你明白，就好像说你遇到灾难也好啊，你没遇到灾难也好啊，对不对？哎，可是世界里不是这样呢，遇到灾难不好，对不对？没遇到才好，对不对？那所以你永远痛苦嘛，因为你不可能没遇到嘛，对不对？哦，因为那是生灭法，那是有为现象界的事情，对不对？哦，那你没有在有为去体察无为的话，你永远落在邪见嘛。啊，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六祖慧能讲的。他告诉你们，他都有定义的：出世明正见，世间明邪见。那我们在运作世间的一切见解都是邪见。那邪见是偏邪的意思，相对于正。那在佛家里面，全部都有很高端的标准。哦，那像我刚刚讲到第一个菩提心，哦，这时候讲到哪里？哦，我顺道讲，在供养尘世供养诸佛如来的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也就是发菩提心。好啊，刚刚我一开始讲说，很多人问最近什么学法要从哪里开始？让我想到第二段讲到这边，也有很多人在问什么叫尘世供养诸佛如来，对不对？哦，我本来这样以为这样尘世供养诸佛如来大家就懂了，结果发现不是这样。哦，所以我们中文能力要深入一点，要不然听不懂佛经。那中文能力好，会不会就听得懂佛经了？还是听不懂？哦，佛经跟你的中文能力没有关系，跟你的清净心有关系。哦，那中文能力好，可以解读一下佛法的知识常识，这个是可以的。可是你要理解到它的所谓的精髓法含，那个是不太可能的。哦，那讲到这一个尘世供养诸佛如来，这里就想到一段故事，好像在《维摩诘经》里面有记载一个如来，叫做药王如来。那么药王如来是在什么时代呢？叫庄严劫。就有一个时代叫庄严劫。那我们这个时代叫贤劫，贤劫以后叫做心术劫了，结束的劫了。劫是佛家在计算时间的基本单位，它不是用年月日年月日太短。那么我先讲贤劫好了，你们知道，因为贤劫就是你们这个时代嘛。那贤劫总共会出1000尊佛，1000尊佛。那我们现在这一尊释迦牟尼佛是第4尊，第4尊。那么前面有4尊4尊贤劫的第一尊应该是居罗孙佛嘛，第二尊应该是阿那含牟尼佛嘛，第3尊应该是迦叶佛，然后就是释迦文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是在现在正处于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的末法时期，末法时期。那么末法时期还有将近9000年要结束，9000年结束之后呢，就有灭法时期56亿7千万年，56亿7千万年之后，才有第5尊佛弥勒佛会再来这样子。所以不是佛灭度紧接着就一个佛没有那么快。那也不是每尊佛都是12000年你看像久远劫有一尊佛叫做大自在王佛，对不对？大自在王如来，他的寿命是42劫啊。那我们这尊释迦牟尼佛才80岁啊，79岁啊，10岁虚岁的差别，79岁，79年啊。那人家是42劫啊，所以你看那一种因缘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贤劫以前就叫做庄严劫。那庄严劫曾经有出现一尊药王如来，药王如来。那个时代呢，有一个转轮圣王，在供养他。你们讲的尘世供养药王如来，是这样。他的弘法利生的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在供养，这样。那这个转轮圣王呢，他叫做宝盖
宝盖转轮圣王。哦，那有一天他自己寿命快到的时候啊，哦，就像你们世间那么挑起留下遗言嘛，对不对？找了他的孩子来，他的孩子有1000个，哦，1000个，人家大福报啊，对不对？大福报，那1000个，然后其中有一个叫月盖王子，哦，他国王嘛，转轮圣王，那他的孩子叫王子，哦，有一个叫做名叫月盖王子的，哦，他要交代他们说，以后老爸那个生息之后呢，哦，希望你们秉持着老爸的遗志，哦，像老爸一样，哦，继续供养药王如来这样，哦，那这个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叫月盖王子，就提出一个问题啊，那在供养里面，什么样的供养最殊胜呢？你们知道嘛？哦，你们有学过，有从布施到供养嘛，对不对？因为有3布施，对不对？财施、法施、无畏施。那供养亦复如是啊，有财供养、法供养、无畏供养嘛，对不对？哦，那以这一些来讲，哪一种最殊胜？那这时候这个宝盖转轮圣王就跟他讲，以法供养最为殊胜。好，那我们以前很多人学过法布施，对不对？哦，那我们都会想到什么？法布施就是我们要跟人家讲法，对不对？哦，那我们要知道讲佛法很难，所以以普世的概念来讲，我们要不吝啬跟人家分享理路，对不对？法就变理路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能够分享什么理路？不过就是我们的专业啊，各行各业的专业啊。好，这一些固然对世间人是，可是对于现在要讲的标准不是。好，那标准从何而来？从世俗谛跟真谛而来，对不对？好，以前你们所学的是一种世俗谛，好，因为众生那个福报善根不足，一下理解圣义谛没办法，所以在这个时空里面，宝盖转轮圣王药王如来要阐述的是圣义谛的法供养，他讲的最上法供养。那最上法供养要具足什么呢？第一个你要观缘起性空这件事情。光第一件事情的多几篇对吧？你讲您出钱去印经嘛？有法师跟你们讲过，我佛法还不是很好，对不对？理解还不是很到位，那我总可以花钱印经典去送人嘛？有一个根性好的突然读到开悟，那算我的功德嘛，法供养，对不对？你看差多多。第一个你要观缘起性空这件事情，第二个是依法，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依法不依人，你要有这是依法。接下来呢，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刚刚讲发菩提心有。那发菩提心要行6度。6度来啦，对不对？6度行运当中要入空性般若，这样。入了般若之后，才慢慢去什么？去消除3毒，贪嗔痴，就这样，以及贪嗔痴所延续的一切造作，这样贪嗔痴嘛，身口意嘛，延续的一切，这总和加起来，你做到了，叫做无上供养诸佛如来，这样明白吗？所以前一阵子很多人在问我承事供养诸佛如来的，看来很有心要承事供养诸佛如来，对不对？你们就要朝这边去努力。那缘起性空，刚刚讲，你缘起性空还不能只是停留在小乘，因为这都是圣义谛之说，所以讲到37道品，也有小乘37道品啊，也有大乘，也有一乘啊，它都不一样的，那解释都不一样。那我们从发菩提心讲下来，那刚刚讲发菩提心啊，对不对？你有没有识得本心，对不对？这时候菩提心也是有阶段的。第一个，你发菩提心，就是你那个卫星导人至少要先定位。那你没有定位这件事情，你其他的都办不到，对不对？现在还不要求你做到做到圆满的菩提心就是说你开车不要求你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嘛，可是至少你卫星导航要设好嘛，是这样嘛，对不对？
哦，可是你看我们多少来学习的人是连这件事情都没有的，所以他不可能从学法的任何的法门里面得到受益，懂意思吗？他顶多只能在世间的善恶法里面得到一点利益而已，哦，或者是靠人家的加持啦，哦，加持就是给予嘛，对不对？哦，接受人家的，讲白话叫做接受人家对你的做慈善嘛，对不对？那慈善有给你食物，给你能量，对不对？给你劳动，对不对？劳动，比如有人给你按摩啊，让你舒舒服服的啊，对不对？哦，有人给你安慰一下啊，让你心情比较掏白啊，对不对？有人给你，对不对？你最近比较穷啊，给你一点红包啊，对不对？好让你度日子，顶多就是这些，对，那甚至再高妙一点，有人给你能量加持啊，灌输一下啊，你说我最近磁场比较好啊，对，命运稍显好一点，顶多就这样啊，这些都会不见嘛，对不对？都会不见啊，所以只要是不见，会不见，就叫因缘生法嘛。所以佛陀本来都不告诉你们往这一边，去思维，所以他只要讲思维，一定加个善思维，善，对不对？回归本心，一定有这一个气息，而不是在那边思维世间怎么成就，是这件事情。那发菩提心，先发，而不一定叫你到位。那你至少要先发菩提心啊！你至少要告诉自己，我学佛就是要归本心啊，要是本心啊，对不对？你虽然还不是，可是你至少要这个愿出来嘛，对不对？这个愿出来是本心啊，那是本心不容易，所以刚刚讲楞严那几段话，后面又跟着来啦。他讲什么？叫做众生无知啊，众生无知啊，他说或于因缘及自然性，或于因缘及自然性，此是世心，对不对？做遍计分别，所以但有名言而无实性，他告诉你这样，那意思告诉我们什么？众生愚痴，偏偏不像刚刚前面讲的那一段，不能去理解，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他妄认了，或迷惑，或于因缘，他迷执在因缘生法的世界里面，对不对？那只要是因缘生法，当然它必有原因嘛，缘生，缘生，缘法生起，非无作因嘛，只要是原生的世界必然有原因嘛，就像刚刚讲12因缘，从无明行识一直到老死嘛，然后又回去又无明行识这样，一直轮去，一个环扣接一个环扣，它都有它的原因嘛，因缘生，那我们众生就迷执于这个啊，这个叫做有，对不对？妙有，不是偏在有，就是什么？即自然性，自然性就是空义，要不就偏在空。那偏在空叫声闻道，偏在有叫我们众生，叫六道，对，六道众生，那我们众生愚痴，所以我们是这样的生命状态。那这一些的认知都是识心作用，意识形态那个识，对不对？识心，那识心相对于真心，换言之，识心妄心，那妄心跟真心其实是同一个心，那我们众生只有声闻执空，那么一到大乘一乘，他就要告诉你空有不二了。空有不二，就是刚刚前面楞严讲那一句话。所以到最后，但有名言而无实性。你看他把所有生命真相讲完了。那你发菩提心，你第一件事情就要去认识这些理路啊，对不对？那你认识这些理路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要朝向这个理路的概念或观念或想法，对不对？或知见，佛家讲叫见地，对不对？见地往这边朝向啊，所以这个是不用修的，这个叫做悟啊，你开悟不用修，刚刚我们是讲到从那个发菩提心，然后行六度，对不对？六度重点是第六度，不是前5度，那么再来一个就叫什么？
6度，然后入空性，对不对？入般若，到这边都是不用修的，都是你要去明白它的。到哪里才需要用修？哦，到了这个三毒的卸除，事须渐除，哦，这个事项必须要慢慢除。可是理可顿悟，前面那3个都是理。那如果你6度没有第6度般若度的话，那你前面的5度也是事，哦，也是事。我们生命本来就在行5度，那5啦，哦，5样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对不对？哦，可是这个是以广泛通则上讲，哦，因为你没有第6个般若，所以你这6度不成般若蜜，哦，不成般若蜜。那5个大家都在做啊，生活当中大大小小啊都在做啊，哦，你不知不觉，你从出胎，你从还没入胎，你的生生世世都在搞这个事情啊，所以一个人要饿死是不简单的事呢，哎，真的很不简单呢。因为你加减嘛有咧奉献啊，对吧？啊，你感觉你无咧奉献，你嘛是有呢，对吧？哦，你对你的爱人都会送朵花，啊，你嘛是奉献啊，对不？对啊，哦，即便你带着贪啊，他还是会有啊，还是会有啊，不是有这件事。所以你们芸芸众生为什么生命都还是可以过，再穷都还是可以过日子，哦，就是这一回事。可是呢？你就让你在事业再有成就，你都不能了生脱死，你都不能去除烦恼。好，关键在这边。所以佛法的目标是要叫你卸除烦恼的，好，而不是要在你争取于你世间认知的一切成就当中，好，再去建构无量无边的烦恼，不是这一件事情。那世间烦恼随时可得呢？好，随时可得呢。可是这是不可得之事呢。哦，《释佛齐凶经》有讲句话叫“可得世间事，不可得世间义”，对不对？哦，可得为世间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间事啊，世间的事啦，就是你们生活当中的各行各业啦，人事物的对待啦，可以啦，可以做啦，对不对？哦，可是不可得世间义是什么？世间义就是你的义嘛，你在里面起执着分别嘛，这件事情不可以嘛，对不对？哦，执着分别是世间义嘛，出世没有这个嘛，所以出世名正见，世间名邪见嘛，对不对？那出世没有执着分别，也没有妄想啊，好，所以它真空妙有，是一如啊，所以他的本心常住安住，所以在经验任何世间的一切人事物的时候，他通通不会感到什么烦忧，不管是好事坏事，就像以前我们常常在比喻的，你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当然有时候现在举这个例好像也不太准了，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杂嘛，连看一个电影都惊到要死嘛，对不？连看一个电影都入戏太深嘛。那这个就很难解释哦，对吧？当然听好，我们是比喻。当你那个荧幕从那个开始播放到 end 啊结束，你就开开心心走出戏院就好了。你会不会卡在那个荧幕不能自己，对不对？可是你们的人生会这样呢？你们人生就是那个屏幕呢？在那边演戏呢？可是你们会呢？所以你看。通通是误解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你不解本心而有的生命窘境，所以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要常常告诉自己，所以如果以生义谛来讲，修行不用修，到本源成不用修正，见闻觉知本自缘起。那他勉强说修是在修什么呢？就在修。刚刚讲的是本心这件事情，因为你常常会忘掉，你遇世间你就忘掉本心，你遇就是忘掉本心，所以在修这件事情而已。今天听明白，你们本心常住，不动不摇。那你下课之后，可能在路上就会跟人家起冲突，对不对？那个时候要赶快。刚刚师父说是本心，就在修这个东西，懂意思吗？
一切皆是幻化，对不对？哦，只有本心是真实。本心本来就有什么？就有变现的功能，变现的功能。好，所以你断烦恼了不可得。你要断烦恼，等于你断菩提心，所以了不可得。所以刚刚讲，在有的世界，他叫你做善事，对不对？就像我们人啊，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谁跟你说归本心啊？对不对？我们最常听到的，不就说要多做善事吗？要做好人，对不对？哎，你看我这好人弄我做死，对吗？那但语义之下不是叫你不要做好人啦，是叫你不要有那个执着。你看，刚刚是不是讲可得世间事？做好人就是世间事，可以做。那不可得世间义，你袂当迎死，对不对？哎，那你为什么要迎死？因为你自己执着啊，你认为你在做好人啊，你认为你做好人，那你又认为好人应该有怎么样的回馈报酬啊？可是都没有啊，对不对？啊，你就开始在那边，你不知道要有回馈报酬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在因果理路里面啊，因果又通三世啊，你又不了三世因果啊，你只截取一段啊，所以你就认为我现在做好人好事，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好果报，对不对？可能没得到好果，得到人家的欺负，对不对？得到人家的诽谤，所以你就去做严又做啦，所以这些跳牢主出来，这些拢恁讲的好人呢，这时候就叫好人好事，而不是好人好事了，那个好事就是有作意，对不对？本心本无义啊，那我们一作意就离本心甚远了，懂意思吗？所以做而无作，无作而作，那就对了。以前你们常听嘛，对不对？听了你们做而无作了吗？你们就是做而有作，对不对？如果无作就不做，对不对？要做就做而无作，对不对？呢，就落在两边，对不对？做而有作的时候，你看执念下去了。触受，你看爱取有就出来了，你又落在生老死、生灭里面了，生灭，所以你必然痛苦，懂意思吗？所以刚刚讲到因果通三世，有时候你这个时候的兑现是过去的因嘛，而兑现出来，这辈子遇到缘嘛，所以不代表说你这一辈子做好人好事的，你这辈子就会看到他的好果。可是，如果以理路来讲，这辈子做好人好事的，他未来一定有好果，只是那个未来是在什么时间点，不是你能预测，懂吗？因为他要看因缘，缘具足，它就产生。就好像说，你在一块大地里面丢了一颗种子嘛，你就能确保1个礼拜发芽吗？你曾经学过自然科学，种子泡个水。这种种子就是3天发芽，对不对？那你就给它丢出去啊，对不对？你就认为丢出去就会3天发芽，其实不是呢，丢出去你明天就看不到它了，对不对？因为被鸟啄掉了，鸟啊可以架，对，这叫缘。你看，所以不是你想象那样。那缘非定缘，它又很难抽丝剥茧。你们现在每一件你认为单一的个案的事情，它都有如10亿万张蜘蛛网叠在一起，揉成一个球，看你都会抽丝剥茧。所以你要非有神通，你没办法理解到。你们现在学的几乎都是一个通则而已，通则。所以刚刚我们刚开始讲到说，很多人问从哪里开始，那个只能讲通则了。那现在的时代。也比较能够去讲通则啦，因为现在的时代，大家的那个根气都大概差不多一样差嘛，一样差就大概有差不多的交集，有差不多的交集，讲一样的通则好像又可行嘛。可是于真实是不行的嘛，于真实绝对是要因材施教的，懂意思吗？你的排列组合都会不一样，对不对？一道菜不是食材都丢下去就好吃呢，对不对？它还有先煮什么，对不对？还要先爆香，有的要先爆香，有的后面才能加佐料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千变万化的时代。那千变万化从哪里来？从我们众生有无量无边的妄想来。所以佛法就是在对治你这无量无边的妄想。
既然无量无边，尚且法都无量无边，哪还有从哪里开始？好，那我们讲回来这个通者好了，通者顶多就是能讲的就是世间人嘛，执着在哪里？世间人执着什么？得人做袂晓，搁要学佛，好不好？巴肚子食袂饱，搁要顾佛，对吧？哎呀，那只好跟他说对啦，对啦，对的。伊唔知讲你巴肚顾袂饱，就是佛做顾无好啊，对吧？在导果为因呢，众生是这样呢。那你就对啊，那你就先辅导他把巴肚顾饱，对不对？再来告诉他要那顾佛做啊。你在告诉他巴肚要顾佛饱的过程，你有般若智已经在当中安插一些佛咒在内底啊。这样你懂我意思吗？佛要无量善巧方便啊，对不对？他不知不觉就被骗了，就不知不觉就被骗成佛了，都是这样，只是用词不同啦，对不对？美好的我们叫善诱嘛，循善诱嘛，不好的叫骗你赶快，对吧？众生分别心，对不对？你若敢讲骗，伊就做讨厌你，对吧？你若敢讲循善诱，伊做爱你哦。我循善诱哦，互你命运变作歹，伊嘛做爱你哦。伊去头前个循善诱一定袂去啊，你唔知？迷了嘛，迷了就误解啊。我今晚要甲你骗和做佛，邪教，对不对？要甲你骗和做佛，你就邪教呢。甲你循善诱，互你命运变歹，哎呀，正法，对不对？袂使啦，所以我们自己要清楚。那就有次第嘛，那就是从你们常听到的《弟子规》嘛，只好这样嘛。那有些接触我们的人也就发现，即便我们听我们在讲《弟子规》，还是一圣谛嘛。就是我头来讲的，参差很多佛在里面，对不对？因为呢，父母呼，应勿缓，对不对？那很多人就来，师父我知道，我明白了，就是我老爸老妈在叫我的时候，我回应他不能缓慢，对不对？可是很难做到，对不对？我常常还是很缓慢，对不对？尽量就这样嘛。我说谁跟你说老爸老妈？一切男子唯我过去父，一切女子唯我过去母，是一切众生在呼唤你的时候，圣义谛要切入了，对不对？就不是你父母啊。那当然，一切男子一切女子包含你父母，并没有把你父母撇除在外。所以一下要你学《弟子规》，就扩大心量进去空遍法界，而不是说在我的小小依业缘产生的家庭。听到啊？那是业缘产生的家庭啊。那循业发现嘛，对不对？发是显发出来，现是显现出来的意思，不是咱一般的意识形态，我发现了不是那个意思。循业依循着你的业力而显现出来嘛，你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你为什么入胎在你的原生家庭？因为你的业力引导。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你过去生临终那一念，那一个顷刻，就听得懂吗？你不是现在这一辈子嘛？你上辈子没死掉，你怎么来这一辈子呢？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过你的人生，对不对？你们人生有你喜欢的，对不对？少过于你讨厌的嘛，对不对？这样，对，那就是你决定的因为你过去临终那一念，你已经把这一辈剧本全部写好，你要来的，关键在那边。所以念佛的人一定要清楚这个道理心净佛土净不是指嘴巴在那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底下可以嘟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规去再绑一个木鱼棒较规去嘟阿弥陀阿弥陀佛藏咧你会做有规律的，对不对？你嘛袂伫咧迄维诺那忽快忽慢，对不？越重那配合袂好，对不？你就自己绑着，对。你那时候就去找周公了，不是找阿弥陀佛了，所以念佛告诉你的就是这一个理论根基啦，因为心现事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的境界，也就是说你的维度空间现在用词你的空间维次怎么兑现出来，就是你临终那一念兑现出来的。
哦，那它很现实哦，它没有累计哦，它没有累计性哦。就像恁大学联招啊，现在教改之后有没有大学联招啊？不知道。Anyway， 那也不重要。我现在讲我们以前的经验，大学联招，我们班有那种高材生，哦，都名列前茅，期中考、期末考、模拟考，哇，都是全校前几名啊。结果考试考到最后一个志愿，联招的时候，那他能够去跟联招委员会说，各诸位委员，我平常模拟考都第1名呢。而我只是失常啊，我只是联招失常，你能不能给我读第1志愿？不行，就像这样。所以你们平常念佛，要懂得这些理路。那你临终那一念，如果不是保持佛念，你就去不了，懂意思吗？有的就很简单啦。那师父既然这样讲，我平常就不用念啦，对吧？可以呢，真的可以呢，生理搞啊，对不对？看你真正有较搞无啊？平常没练习，临终能保住。你平常练成这样都保不住了。就像我刚刚讲那个联招嘛，师父既然那个全校第1名的模拟考最后失常这样，那我3年都不要读书，对不对？我联招考第1志愿，那算你厉害嘛，对不对？通常做不到了。盈科法师这种例子是稀有的啦。盈科法师的故事你们知道吗？他是一个破戒的僧人嘛。然后呢，他有一天翻地藏经啊，下一身冷汗。然后他想到他破戒，出家又破戒，造了无量无边的业，那肯定会下地狱啊！地狱场景又那么恐怖，对不对？他因怕而生起求生欲，就到处问同参道友，有什么可以得救？这样，应该是介绍你，那你什么都不行，你现在这么惨，对不对？都没希望了，剩下最后一个易行道，叫做净土念佛法门，对不对？佛陀无尽慈悲提供给我们的，那你就去念佛啊，若1日、若2日、若7日，对不对？若1念、若2念到若7念，只要你心不颠倒，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我为大师讲，关键在信愿之有无，信愿哦，他还没跟你讲行哦。就信愿，那为什么我们要行？因为我们没信愿啊，所以我们要用行啊。我常讲以量逼持啊，对不对？信愿是指啊，行持名念佛嘛，你们改成持名念，因为行有很多行啊，观想、观相嘛，持名嘛，那持名最简单，就去持名念佛就行。信愿之有，你只要能够保住，那你就可以哇，他升起信心。3天3夜关起门来，一直念，把阿弥陀佛念来。阿弥陀佛来了啊，说有功夫把我念来了。你看他那个急迫了，切心了，你懂吗？就这样念下去，对。阿弥陀佛来，可是阿弥陀佛要带我去了吗？他说看一看你阳寿还有10年，还有10年，10年后我再来接你。哇，聪明人盈科法师，这时候升起不安，对不对？我这一个劣根性那么强的破戒僧人，好不容易用3天秘籍把你念来，你还给我10年，对不对？我那劣根性扶不住，你懂意思吗？他就跟阿弥陀佛讨价还价，说不行，你们马上带我走。阿弥陀佛说，要不然这样好了，3天后，10年换3天，好，可以3天我还可以撑，对不对？你劣根性，看你撑得了3天没有，对不对？你不讲恁请行亲家朋友夹起来，对不对？夹起来知道嘛，心生嗔恨发脾气，对不对？然后扶一下，对不对？呵，今嘛管用你，对不对？我一个头，去听到人咧讲啥，流水夹起来啊！所以3天阿弥陀佛果真守信用。那这3天是有用意的，他就要让盈科法师去做一个表法，表法于同参道友，因为同参道友都要看他笑话嘛。他已经请同参道，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同参道友嘛，他的师兄弟，然后说我把阿弥陀佛念来啦，谢谢你们提供我这个好方法。阿弥陀佛说3天后要来接我，大家一个传2个，2个传3个，说那个破戒的僧人，我们3天后看他笑话，对不对？
哎呦，怎么可能？对不对？大家就这样，你看又是分别执着，对不对？测度计量，啊，大家3天后就来帮他助念，结果3天后1刻钟往生自在，断气走，这样阿弥陀佛来了，就这样呢。所以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哦，那你的行就是为了要保任你的信愿，哦，一定要这样，哦，那关键在最后临终一念，对不对？啊，你不要前功尽弃，懂意思吗？好，所以听明白的就赶快去念啊。事实上不是仰赖外在那个阿弥陀佛，你们也一定要有个清楚，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本心的显现，心能现能变，所以每一个人看到的阿弥陀佛长的样子都不一定会是一样，哦，都是自己认知的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来就没相嘛，你的本心本来就没相嘛，可是它却能变现一切相。所以那一个念佛，念到极处，就是物我两忘，好，对象跟我都忘了，好，那时候就是归本心。所以阿弥陀佛是本心的代称词，本心本来就无量了，所以阿弥陀佛的中文解释叫做无量光、无量智、无量寿，关键在2个字无量。那光寿智是美好的意思嘛，所以无量的美好就是2个字本心，就是2个字自信，就是2个字如来。所以你安住于你的如来，对不对？你不念阿弥陀佛行不行？也是，你就当下住净土，懂吗？你回向，你假若你听过药师琉璃佛，你断气那一刻，你就往生药师琉璃光净土啊，对不对？哦，你喜欢阿处佛，东方阿处佛，你断气你就往生阿处佛国啊。哦，所以在维摩经的时代是没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因为那是翻译经典后面才传到东土来嘛。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求往生阿处佛国，哦，没想到有一个阿弥陀佛，哦，更加的简易嘛，对不对？所以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就变成现在的普世佛法的普世推行，哦，所以最后那个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本心，那你常住本心就对了，安住它，哦，所以刚刚讲发菩提心，哦，是这一回事，你定位好，那接下来呢，你要7入6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对不对？即便你的生活，哦，是一个这个社会认为很低贱的各行各业，那都无所谓，对不对？好，因为那是因缘生法，好，因缘生法。可是你可以安住本心。换言之，用一个比喻啦，好，有可能一个乞丐，好，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一个全世界大富豪，还在那边烦恼忧虑牵挂了，是这样。哦啊，乞丐也天天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对吧？哎呀，啊，恁会想讲啥？对吧？你会想讲啊，乞丐天天在跟人家要钱，对不对？啊，他跟你要钱，就是给你机会给他钱啊，他不是促成你布施吗？对不对？啊，他促成你布施，他就是在布施啊。啊，这很多人不懂啊。就以前我常遇到很多修行人啊，对我不错啊，他送我东西啊，我就说啊，欢喜啊，谢谢啊，然后。我们想说，我们如果有也送人家，我们送，不，啊，这别当，那想啦，你得送我，阮修行人会当送人，袂当讲啥，安尼，歹势，安尼我唔是修行人，那我就不是修行人啦，马上被贬了，你知道，就哎呀，安尼啊，想怎，阮会当互欠，袂当欠人安尼，安尼世界变那平衡。对吧？讲阮唔是修行人，阮拢施与受同福啦，安尼，所以安尼我知啊，我即马今仔日要变修行人啊，你以后莫送我物件，是安那师父，阮有啊，阮想要供养啊，阮修行人会当吃嘛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不对？这放在那边啊，哪有这种道理？我送你呢你讲的啊，你发明的啊。拢无啊，阮学佛是安尼学的啊，
哦，你不要侮辱你的师父哦。我相信你的师父好像不会这样跟你讲，你也不要侮辱佛陀从来没讲过这样哦，对不对？哦，他叫你缘来不拒，缘去不留，对不对？施与受同福是我们的用词啦，我不是用这个用词啊。啊，就大家好就好，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你不着心，懂意思吗？哦，三轮体空，所以你曾经收了人家的东西，你也未曾收了人家的东西。曾经有一个人送你东西，于你生命状态未曾有个人送你东西，对。曾经你收了人家的东西，哦，你本心复归，也未曾有一个你收人家的东西，所以他物我三轮体空，这样就对了，这样你就常住本心了。所以楞严定，所楞严大定是没有出入的，四禅八定都有进出嘛，对不对？啊，你要复归所楞啊，所以所楞大定怎么办到？你安住本心就办到了。哦，所以你那时候，在你还没有六度万恨自己慢慢消除掉你的所谓的三毒烦恼的时候，你至少五通具足，懂吗？五神通你就当下回归了，就这样子啊。哦，那你就知道啊，你们为什么现在没有五神通？啊，你得要操完背包，他有法道理，对不？哦，啊，操完背包上压来。自己啊，你们都会说啊，自己惹来的嘛，自己招来，而且是自己创造的嘛。惹来招来还有个对象呢，是由你自己而生的呢。啊，你生那个无生之身，你看你多冤枉。什么叫无生之身？因为它本无啊，所以经典告诉我们，不觉本无，本觉本有啊。那烦恼无明本无啊。哦，所以佛在二转法轮那个太阳照到第二层的时候，哦。告诉这声闻道，哦，破无明，对不对？哦，那后来定性阿罗汉没办法接受，他要讲到大乘，大乘告诉你本无无明，对不对？哦，亦无无明尽。哦，心经一层已经告诉你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对不对？乃至于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嘛。你看十二因缘是不是从无明到老死？它中间乃至中间省略跳过，告诉你根本没有。好，那根本没有的意思不是它不存在哦，是空。好，它全然是空相。好，它有，所以叫空有不二。从无明到老死十二因缘，这个叫做因缘生法，叫做妙有。你理解到它的空义，好，你。通达于佛道而行于非道，从无明到老死，的一个缘起缘灭的现象叫做非道。所以佛法是两具足，圆融的。他告诉你行于非道而通达佛道。那什么叫通达佛道？就要你理解它的空性，就是真空妙有一如，是不二之法。所以。什么要叫做正法？你要有空不二，无我无相，法无自性的概念，这些概念的一个运行，你才能堪称叫正法。所以如果没有如行正法的话，你的菩提道也就有欠缺，那也就不是菩提道，因为菩提道向来都在正法的基础上，去落实。那这时候就明白啦。正法就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做善事叫正法，劝人为善，莫要与之为恶。这个不能叫做正法，这个还是邪法。这叫世间法、邪法。所以圣义谛不好理解。你必须要长养、培养你的善根，你才有办法去摄受。之前讲嘛，这个摄受如来正法，对不对？那你要摄受如来正法，你得要有条件嘛。你得要有条件。那菩萨有四法，方可摄受如来正法。他讲于自己听了摄受到会快乐，并不爱着，不爱着就不执着，不执着你那个快乐。我们众生都是只要快乐就执着，对不对？所以要在这边训练快乐，并不执着。有很多人是听了是皱眉头的呢。并不快乐呢，
对不对？哎呀，有的还会起诽谤呢，哎，都乱讲一通，对不对？当年释迦牟尼佛要讲法华的时候啊，跟着他的长随众5000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修行人5000众呢，因为他跟释迦牟尼佛太久了，他不忍诽谤释迦牟尼佛，所以他们徒而离席，不要听，因为他们还有良心呐、他们怕听了会诽谤释迦牟尼佛所以他们不要听，这样，这是2个层次啦。有一种是我没有不要听，可是我听了一定诽谤你，因为我会说你乱讲，对不对？那有一种是我心里觉得你乱讲，所以我怕我会诽谤你，所以我干脆不要听，因为听越多，我可能忍不住开始诽谤你。那5000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这样退席的呢，他就是要讲法华，讲入圣义地的时候呢，一圣地的时候，小乘、大乘、一乘嘛，要讲入一乘的时候，产生这种现象。所以你们今天在座都坐得住，算是不简单呢。过去想必供养无量诸佛才能呢。你们的笑希望不要是取笑、诙谐一笑呢，是要快乐一笑呢，因为我讲的是真实话呢。你不要小看你们说。所以那安尼讲，对不对？我都拄咧行人笑没完给你怎么？我更不堪受，这就是你的良知，你懂意思吗？你如果有这样，那个良知就是你的本心起作用，叫做见闻觉知，你的觉性起用。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觉性跟觉性才是你自己。那我们众生就是在觉知、觉性产生觉知嘛。在觉知之后，再延伸产生念头嘛，在这边开始出问题。你的念就产生你的分别意识，你的分别意识产生你的烦恼、忧虑、牵挂，产生你的七情五欲。所以你们活在这里，对不对？它像一棵大树，有没有？大树。那你的觉知跟觉性就只有一个根跟干，对不对？那你的枝叶花果就是你念起用，无量无边。所以佛说一切法，你看一切，淡除一切心，众生的妄念一切，那在这边就分杂，懂吗？那修行是什么？就回来回到你的觉知就好了。比如说你们有生病很痛的，对不对？我不是常跟你们讲吗？我知道痛就好了，你不要痛可能会怎么样呢？对不对？继续痛下去还得了？对不对？一直痛一直痛我看到烂了呢，烂会烂整身呢，对不对？你知道痛烂就好了，你不要理它，你保持你的觉知。我请问你，你这个肉体哪一天不会不存在？你是烂到不存在，跟你断气埋在土里被虫子吃到不存在，有不一样吗？还是被一把火烧到不存在，有什么不一样？通通一样，通通一样叫不存在了，懂吗？可是呢，这整个过程什么叫不一样，你知道吗？你不管什么状态让你的肉体不见，不见嘛，我用不见，你保持本心，跟你放在你的念头的烦忧，那截然不同，因为它都不见是一样的，可是你这2个心境，我约略讲2种而已啦。烦忧跟本心一种当你的肉体不见之后，你做佛了，懂吗？一种是你的肉体不见之后，你循业发现了，好懂一点叫随业流转了。好，那如果你在不见的过程，最后起嗔恨心，恭喜你下地狱，下地狱。为什么恭喜你？你知道吗？因为你目标设定在那边，所以要恭喜你达成目标了对不对？达成目标是你自己设定的对不对？如果你设定是做佛，那就很悲哀了，因为你会下地狱。嗔恨是地狱的业因，贪欲是鬼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主要的那个最强的引力十善、5戒十善中品是人道的业因，所以你看。你们不简单呢，你们过去生，在断气以前一定总分有5戒十善中品呢，虽然现在好像都不比以前啦，
可是还是有希望嘛，对不对？那就这2个不简单啦、刚刚前面讲供养无量诸佛啊，要不然你听不了的，对不对？刚刚讲一圣地，你会很不耐烦，会充满疑惑，对不对？好，那你们现在做人啊，表示十善啊，重点再来了，那你未来呢？你要保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未来依我们劝说，不要再保持十善中品5戒了啦，对不对？因为你这辈子也验证过了嘛。你现在都没中品了嘛，对不对？十善，要不然你们对一下，中品是80分啊，80分啊，不是60分哦，不是50分哦，80分。假如100分来讲，80分，在佛法的标准，80分叫中品。身不造杀盗淫，口不造两舌恶语、绮语妄语，意不造贪嗔痴，你们有没有达到80分？全部都摇头呢，有的没摇头的会还神的。对吧？下辈子肯定没机会做人，这不是我诅咒你们，是佛法告诉你们。那告诉你们为什么？赶快啊，明白回来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如果今天听完了，你细思维，对不对？回家细思维，我这辈子达不到80分，那怎么办？有精勤念佛去。安住本心，对不对？先发菩提心，对，刚刚讲的减去用，对不对？那不就解决了吗？那管你做人不做人的，对不对？反正我做佛去就好了，懂意思吗？好，那刚刚是不是讲了发菩提心？行6度万恨，要入般若哦。你不入般若，你的6度只是5度而已哦。5度的是世间事哦，叫做邪见哦，要起般若至身心，对不对？菩提心的身心入了之后，完成了，接下来才是什么？你们世间好像觉得很会修的那种，叫做你的贪嗔痴解决它，这个叫事相的事须渐除，慢慢除就可以。前面那个我刚刚讲完，你们认同，你就办到了。可是你办到之后，你有习气，贪嗔痴是习气的部分，习气的部分要渐除，依事而修。所以，如果你没有前面那3个的导航，你修不了习气。今天常常很多人来问我说：“师父，我知道你说不能有脾气，坏脾气嗔恨会下地狱，可是我脾气就是扶不住呢，怎么办？”对不对？常常有这种问题，常常都会丢给我，怎么办？我替你来好脾气好了，对不对？你为什么怎么办不到？因为你没有前面的菩提心，你没有导航，对不对？你有导航我开歪了怎么办？你有导航在我转过来就好了，不是这样吗？你没有导航，你看你歪不歪，对不对？你路一转弯你就不知道啊，你就转不回来啊。你只要有导航，你不要问师父，你问你的导航就好了。对不对？你问你的菩提心嘛，对不对？菩提就安住本心，对不对？就这样啊，好像可以明白吗？所以约略这样跟你们讲了。那修行是在个人啦，那要明白，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告诉你们，可是我这样最后归纳2个，行为上修持断，也不是叫断，除啦除3毒贪嗔痴以及贪嗔痴所延续的一切，你必须要具备菩提心的基础，跟你行6度万恨的养成深入般若就是观缘起性空，对不对？你要了解整个生命都是空性而发，对不对？本心而显，对不对？心显这个真心，心是心真心，真心能显。可是世心能变就把它扭曲，你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世心叫做妄心，是这样。所以你必须把菩提心的方向定好，你是要回归回来的，而不是一直在世心一直延伸的。懂意思吗？那这样一来，你就容易去扫除你的3毒烦恼。你就不怕你脾气不好压起来，因为你有个导航跟牵制力，就在这边拉来拉去，符合你的导航，这样子就会随着日子流演，你会越来越有效果。
越来越有效果。那以后就不用再来问我我脾气扶不住怎么办呢？懂意思吗？因为你自己就会办了。那发菩提心，六度万能，深入般若智，缘起性空，一定要常常去观想，你要常常做打坐内观，不是在观我昨天跟谁发脾气啦，我昨天跟谁不和啦，不是观这个啦，观这只会让你越来越恨而已啦。你搁想一摆嘛，搁想一摆嘛，搁想一摆嘛，你也愈来愈哑嘛。所以观生命的缘生缘灭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把它观透彻。所以缘起性空已经讲完了，对不对？那归于本心，两边不立，中道不存，是谓中道。回归你本质清净，本无动摇，本不生灭，本质具足，且能生万法的如佛，那个就是你们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也就是简单讲，就是真正的你自己啊。这样好不好？学生，这个。斯兰斯兰德罗兰波罗，悉达斯兰斯兰德罗，萨拉斯兰斯兰德罗波罗。萨拉伦特罗波罗，悉达萨拉伦萨拉伦特罗波罗特罗，萨翁萨翁。悉那萨兰瑟勒德伦婆罗陀罗，萨那瑟伦德罗，悉那瑟伦德罗波罗，萨那。萨那悉那萨那瑟伦德罗波，悉那萨那瑟伦。萨那瑟伦德罗波罗，悉那萨悉那翁，萨那翁，悉那瑟伦多。随口说讲，那他说起来说讲，如若我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有心造。诸位
本来是如佛啊，只因为覆盖于你们的明显自信，所以不舍能够堕入这个众生次位一样如果只要能够恢复我们本来清净无染的知见，恢复自信常安住的一个见地假以时日，习气顿除观念常存必然能够恢复我们本佛自在一切在不变随缘真如当中起一切万化而不受干扰。空龙明朗，看了也是诸位，诸位前进，大法师父上人，我们师父上人，那因为今天刚好是岁末年终之际，那学子们也想借这个机缘先预祝恭祝师父上人新年快乐，恭祝师父上人新年快乐，谢谢师父，谢谢，好，恭送弘盛师父上人，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感恩师父，谢谢师父，阿弥陀佛。师兄师姐，大家好，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们今天法堂现场首发的石井龙华墨宝春联，还有红包袋，大家是不是很惊喜、很精美啊？那个墨宝真的是太有能量了。那我们非常感恩弘盛师父上人释题石井龙华墨宝。那一觉缘学会也巧心制作成春联以及红包袋，以享学人，是应景迎春的珍贵艺术精品。那最重要的是承载着师父上人满满的祝福，还有智慧语录。那岁末年终之际，我们听不到师父上人的无上正法，那也可以现场把这个一起听法堂的墨宝春联跟红包袋带回家，真的很幸福，对不对？好，那大家就要记得到法宝区去请领哦。那我们另外也跟大家布达另外一件好消息，就是乙巳年的新春团拜也即将到来。那新春团拜的时间是在2025年1月29号礼拜三，乙巳年正月初一，地点在高雄大学国际会议厅。赶快把行程预留下来，把握这一年知识难得的机缘，向我们最敬爱的师父上人拜年。那另外还有一个课程好消息也跟大家分享，就是由刘燕玲老师所主讲，授课的一觉缘愿理讲堂弟子规课程，也将于2025年1月起，每月第2、第4周的星期三晚上，在苗栗大道愿理讲堂来开讲。那欢迎呼朋引伴，全家学习就没烦恼。那以上的团拜还有课程资讯，同餐呢，大家都可以在一觉缘各网络平台看到。那不晓得大家手上有没有拿到明信片？那记得把明信片上把师父上人的法把它延续下去，涟漪继续把它延续下去。那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待会也是在门口可以拿给小可爱师姐还有西德小师姐。那主办方会为您寄出。那最后有一件事跟大家询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前几次法堂啊，台中法堂有拿到这一本这个透明资料夹，里面有很多画卡的跟明信片的，那请再跟我们主办方联络，因为这个是展示品，对，它是非流通的，所以再麻烦大家。对，那最后呢，就感谢大家一同参与今天的法堂盛会，祝福大家法喜满满，石井龙华，阿弥陀佛，谢谢大家。这个厉害。
最好先还。里面应该有三个档案，它会自动切开，但是是连续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